大家好，昨天有个观众留言啊，问我这个走线买机票怎么样最便宜吧，最划算嘛啊。本身这种话题我一般不回应的啊，但是我想到两点啊，第一点的话，它是频道会员；第二点的话，511也过去了，一般来说的话，走线话题应该也冷淡了一些，对吧？不过呢，我觉得有些想走线的朋友啊，其实真的他自己信息收集能力很弱啊。其实我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有走线这个词。本身的话，我最早的时候我还以为走线是318走线，就是西藏那个进藏318那个国道走线。以前抖音上搜索走线的话，都是出现318走线的这个视频，到后面慢慢发现了，哎，不对劲了，都是这种南美走线了啊。那我不去评价这个事情的那个怎么样啊？就是每个人的活法，每个人的想法啊，那不一样，对吧？但是啊，这个东西呢，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小白，是吧？就是比如说他第一次出国，他完全不懂，而且我很担心他被坑。第一个呢，你想想看，你自己拿一本护照，如果说没有出过国，然后有白本，然后你第一次出国，你跑到基多去旅游，你觉得基多那边，你作为海关，你会相信你自己来旅游的吗？啊，即使来说的话。去哪儿上官网上啊，就是有一个选项，就是第一次出国啊，那模糊搜索它会推荐什么巴厘岛啊、济州岛啊，哎这些地方的话，你都白本出国是正常的。所以说呢，其实说实话，很多人说什么卡机啊，非要找票代啊，我看那些抖音上也有很多撕逼的现象啊，就是曝光这个啊被骗了，那个被骗了，微信群里面也有啊，而且微信群里面经常乱加人啊，之前我也被拉进去过一个，然后呢，我拉进之后呢，就即使你不说话。然后经常会有人加你之后呢，对方也不跟你说话，他直接把你发个邀请加入另外一个群啊，另外一个群之后呢，又过段时间又有人加你，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会被坑啊，会被坑，里面有很多中介啊，中介的话有些吹嘘吧，说拿身份啊，就是给你灌输一种什么思想呢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啊，就是拿身份或者说赚到大钱啊，那。其实到哪里都不容易啊，能赚钱的人到哪里都能赚钱啊。这个我不去多说啊，今天就说这个关于出国旅行的话题啊。旅行的话，你如果说去到一个国家的话，入境规则啊，基本上旅游的话都短期逗留，都是要往返机票加酒店啊，至少第一晚啊知道你在哪里，对吧？万一有什么急事可以联系到你。还有的话，相应的必要证明，比如说你有没有带过钱啊，足够的钱，比如说你在这边准备停留7天啊，你要带过多少钱？每个国家规则是不一样的，你这个的话规则怎么乱算的话，比如我吧，我如果说要去南美洲去旅行啊，我也不知道要什么东西，那我也是会看那个中国领事服务网啊，里面有个关于出国旅游入境规则写的很详细啊，比如说去阿尔巴尼亚啊，那个好像是可以免签的吧啊，然后免签的话，那规则说实话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它里面需要一些额外的规则啊，你可以带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不能带，香烟能带多少支啊，都是有规定的。你可以看那个中国领事服务网，那个是最准确的。或者说呢，你看那个 IATA 啊，那所以说呢，其实你不要去找票代啊，票代的话，我觉得那些票代的话，都不行啊，都不行。说实话，真的不行。他们很多都不是票代啊，他们都假装票代。在我看来的票代什么票代呢？就是有个叫黑屏系统，就是正常那种票代的话啊，它是全英文的黑屏系统。然后呢，比如说你要输入一个上海浦东机场，它就输入 PVG； 香港机场的话就是 HKG， 它都有代码的，3次代码的，然后它帮你出票。我觉得那些票代的话都不是票，它只是帮你注资料啊，就利用这个信息差来赚你的钱，对吧？还有可能的话骗你钱也不一定，所以说呢，让你交多少钱多少钱。还有说卡机问题啊，卡机问题说实话啊，就是也是跟这个机票、跟免签规则、跟入境规则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中国领事服务网。买机票的话就官网自己去买嘛，不是有不同语言版本的嘛，根本就不需要找别人，我就怕你被骗啊，所以说我想说一下这个话题。还有的话，走线这种说实话，这个说实话是还挺成熟的，这已经很成熟，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死亡率啊，这个不可否认，哪怕你坐公交车坐那个航空公司啊，都是有死亡率，对吧？上次我还看了一个纪录片啊，都说那个达连峡谷啊，它那个名称就是称为什么臭名昭著的达连峡谷，就是走那雨林啊。其实我也看到有人在卖那个什么 C4 签证，就是什么危地马拉、尼加拉瓜，它不是有个 C4 联盟吗？ C4 联盟的话，这个签证的话，他们好像在基督卖2万多块钱。我觉得这种签证要卖2万块钱，那也是明显高价啊。你真要自己办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
但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如果说我要办的话，我会怎么办呢？直接去大使馆门口啊，直接去尼加拉瓜驻基多大使馆门口啊，门口的话，这种国家说实话很腐败的啊，很腐败的话，你跟那个保安关系打熟啊，搞熟。你别小看那保安，保安虽然不干事，但他里面认识人，肯定认识人啊，因为每天进进出出的人他都要辨别嘛，对吧？你说保安能不认识校长吗？对吧？那如果不认识校长的话，校长都不让他进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保安跟他关系搞好之后，让保安帮你办呢，我觉得比那个让中介帮你办的成功率会更高，而且更便宜、更省事。那么这样不就可以绕开雨林了吗？那么另外一点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保命安全啊，就是路上会有很多抢劫啊。那也有人说，哎，我没被抢到，这种有些是幸存者偏差。那我不知道多少概率，但是你可以看那个治安啊，包括这种每10万人的谋杀率啊，这种有一些国家，比如说叫什么萨尔瓦多那个国家，我上次看了一个老外拍的纪录片，说萨尔瓦多这个国家是谋杀率最高的国家。所以呢，针对这些黑帮啊，针对这些抢劫的话，我也没什么好办法，要么就是你装作听不懂英语啊，没法沟通。你越是能沟通，越是能说英语的，说实话啊，就是越容易被敲诈啊。因为就拿一个案例吧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去泰国啊，去柬埔寨一些国家啊，东南亚一些国家，可能会被收小费是吧？过海关的时候，但是如果说你会说英语，就可能会说英语，你反而会被收小费。如果说他跟你说的话，你完全听不懂。啊，完全听不懂啊！那这样的话啊，说实话啊，他会说一句小费那个，如果他不会说这个小费2个字的话啊，没法沟通，那也算了啊，真的算了，放心了你，他也不会跟你扯啊。还有说钱的问题啊，钱的问题，网上也有很多攻略，藏钱藏哪里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太靠谱啊。你身上现金，总而言之的话，还是会被发现的。这些东西他们也是见多识广了，他们天天干这一行啊，可能是比你更了解。如果说你真的被查到，让你扒得一干二净啊，他们还是能查到的。那最简单的嘛，一个个查过去嘛，每个东西每个容器的都查过去啊。那最好的办法叫什么呢？我觉得吧，带上卡，这卡呢里面不要存太多钱，你可以定时转账，从另外一张银行卡定时转账，比如说每2-3天，每2天转1000人民币，每2天转1000人民币啊，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了嘛？那个劫匪也不会2天去查这个卡吧，对吧？还有的话，消费的时候，比如说消费信用卡，信用卡的钱的额度你少一点是吧？也不要太多。还有的话，信用卡丢了之后呢，你要把那个卡号和那个 CVV 码记住啊，到时候可以绑定这个新手机的话，你这个那个闪付知道吗？就是三星 Pay 或者说那个 Apple Pay 啊，这些可以绑定。绑定之后的话，等于说我丢了这个卡啊，这卡如果说劫匪来之后把卡折断啊，折断的话不能用啊。但是那我自己不是没卡了吗？其实没关系嘛，不是有 Apple Pay 啊这个啊。不过话也说回来啊，就是好像国内啊这个 Visa 卡是不能添加到这个 Apple Pay 里面去的啊，这个要注意一下，你自己看看试试看啊。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添加，但是银联是可以的啊。而且的话，我之前也做过视频，就是出国的话，其实你最好办一张这种免手续费取现的这种银联卡啊，这种卡的话比较好。但是南美洲的那边网络的话，估计不是很多啊，所以说你带2张嘛，有银联的地方取银联，没银联的地方就不取银联。像墨西哥这种国家肯定是有的，因为太冷门的国家不行啊，就墨西哥也是属于 G20的国家嘛，G20对吧？那也是亚太什么经济体啊、APEC 啊这种国家肯定是网络比较通的。还有一招嘛，就是西联汇款啊，西联汇款可以西联是全球网络嘛，你可以计划好，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，哪怕比如说我现在我去阿根廷、去巴西旅游啊，我正常旅游的话，我可能对这种国家的话，我也会很担心啊，我也会很担心，我也会这样的方法去保住钱，我也身上就准备好了被抢的时候啊，我也看过一些人家说在南美洲旅行的一些tips 就是提示嘛，他们说你必须两个钱包，出门带小钱包啊，带安全地方带大钱包，小钱包就带零钱嘛，被抢了就是直接被抢光了得了嘛，对吧？那现金啊被抢都得了嘛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还有这手机卡的问题，手机被抢了，手机卡没了不是完蛋？好像是中国移动有个无忧行，把这个卡会变成一个 APP 上去搜索这个手机号码啊这个啊，这样的话就省得这个卡丢了办卡啊，这个也是问题啊。西联汇款也是不错的东西啊，到时候西联汇款的话，基本上在全世界遍布角落是挺多的啊，在这穷的地方也是能收到的。还有的话，
就是稍微高端点，就是美国运通支票啊。美国运通支票的话，这个美国运通啊，它其实不是家银行了，它其实就是专门做这些旅行者的一些财务啊，就是旅行支票啊，可以到那边兑换。但是我没用过啊，我不是很喜欢用支票啊，所以说呢没用过。但是这个肯定是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啊。那么再说一个高端点方法啊，这个的话，如果说你有钱啊，你在国内开一个汇丰银行的卓越账户啊，卓越账户的话。然后呢，你也不用带卡啊，你也不用带卡，你就里面存50万啊，存50万的话，你保持着卓越账户的资格。然后呢，你到了巴西如果被抢了啊，假如说巴西被抢了，阿根廷被抢了，那当地有汇丰网点嘛，我没钱了，我可以到汇丰网点去啊，跟他们说，哎呀，我没钱了，你帮我应急一下，他可以应急你$2000啊，$2000啊。然后呢，你应急之后呢，你把钱还掉不就行了嘛？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所以说呢，等于说。到处都有分站了，对吧？有帮你的地方，渣打银行也是有这个服务，但是没有汇丰好用啊，没有汇丰好用啊。反正的话，就是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个机票的问题啊，防骗啊，入境的问题啊，就是防止被人家误导啊，还有保命啊，保命也没什么好招啊，就是装听不懂啊，不会说话。保钱啊，保钱的话说了很多招啊，这个可以好好去看看啊。Apple Pay 的话，这个绑定 Visa 卡，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绑定啊，这个自己去试试看，好吧？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吧啊，我也是作为一个这个经验的话，也可以分享，作为一个去非洲啊、去南美洲啊、去这种比较乱的国家的经验，也可以这样说吧啊。